混沌青莲，宁！4个月修炼，青莲地术总算小成了。接下来便试试潭渊谷地的地术。初次观想，法相还不够，地术也只是个雏形。不过第一次就能成功观想出来，也算是机缘了。前辈，你怎么神出鬼没的？这几个月透过我看到外界，感觉如何呀？哼，那邱无涯倒是有趣。注意鹏鸟血脉的小子，戾气很重。好了，快去突破聚灵境吧。谨记，多谢前辈。青羽，我的丹药都用完了，只怕难以冲击聚灵境啊。青羽这就去取，公子需要多少？普通人的10倍，不100倍，越多越好。啊。公子，药方的指示不肯给。难道他不知道是我所需的药材吗？那药方的指示说，你虽是剑仙弟子，可10年还没有聚灵境，不配。多半是执事误会了，我这不要突破聚灵境了吗？青羽，不必自责，我亲自去。我看看谁欺负我的剑士，而且没有足够资源，我无法聚灵啊。青羽，你带路。好的。哎，那不是执剑长老继承人吗？徐长卿。嘘，小声点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的月俸已经超额发放，你来我药店，所谓何事啊？哦，我是想提前预取一些灵粹，冲击聚灵境。哼，笑话！我做药店执事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提前支取灵粹之事。只是通融一下。哼哼，若昆仑弟子人人学你，我药风岂不乱套？就是掌教真人来此，也不能坏了我药风的规矩。只好忍痛割爱了。你看那家伙，土包子！昆仑最普通的佩剑，镶的也是青灵石。下品绿灵石3枚，换半株灵粹。什么？拿它换。啊，这不行。还有2个月就是仙剑大会了，青羽担心公子。不用担心，我再想想办法。我徐长卿还不至于被这些难住。我们走。
哟，这不是青羽小姐吗？听闻你天资不错，却当了个剑士，怎么想的？不如来我通天峰，我让我义父收你为真传弟子，或者给小爷我当个剑士也不错呀。我自幼被太白仙长所救，缥缈峰便是我家，不劳你费心了，还请让开。小爷我让你走了吗？叶青羽，别不识好歹，永远伺候这个废物，你就甘心？夏雨峰，不许你这么说长青公子。还说不得了。哼，雨峰师兄说的是，这人给你提鞋都不配。我看执剑长老也是老糊涂了，居然收了这么一个废物。哟，生气了，这么护着你主子，你们俩怕是啊？师兄明眼人啊，你看看这徐长卿，哪有点剑仙之子的样子？会不会根本就不是徐子川的儿子，是个野种啊！住口！哟，生气了，我好怕呀！怎么办？他要用炼气境的修为教训我们呢。一，侮辱我的剑士；二，侮辱我的父亲。今天你们必须道歉。哼，说你是野种就说，道歉就不。你拿我怎样？那我便教会你说。这家伙居然还生气了！本公子拒领9重境，我怕你？徐长卿，你就是个野种！老子说了，你能奈我何？辱我父亲者，不可饶恕！就你也敢口出狂言？公子，不要理会这群无礼的家伙。如果我退缩，他们会更得寸进尺。师兄，对付一个废物，何须你出手？也好，这次就让给你了。公子小心，他至少是巨灵8重境。无法。公子如此自信，应该有所准备。况且公子还有玄金软玉甲护体。宁我仙灵，人骨槟榔。传说张师弟的祖上乃是一尊远古槟榔，追随于我昆仑白帝左右，修炼得道后，成为名震9州的白狼大将。哼，依我看，对付这个野种，只需要一口寒气。寒冰之气吗？哼，这不可能！加大寒冰之力。巨灵之境也不过如此。公子，以我血气，宁我清炼，通天纳地，寒气息。啊？怎么可能？此等寒气，一丝就可冰冻炼气境修士了，他怎么做到的？青莲入虚空，吞进日月星，万灵之气，吞。怎么回事？
感觉我体内的灵气向外流逝。我也是，连我的灵气也在外溢，难道是公子？好恐怖的牵引之力！不行，绝不能让我的仙灵之力继续减弱。以我仙灵为引，凝天地寒元。终于认真出手了。凝我仙术，寒风利刃，封天裂地。寒风如剑，似有撕裂万物啊！这是张师弟的绝招寒风利刃。徐长卿，看你如何抵挡这一式。寒风利刃，这可是中品仙术，公子能应付下来吗？凝我清地法身，地术，混沌青莲，现！这是什么威呀？这难道是地威？混沌生青莲，青莲生地剑，青莲之剑，剑斩八荒。这青色宝剑，只是地术雏形凝聚出的宝剑。若是凝聚了完整的古地法身，那该是何等威势滔天！啊，还是难以完全控制这股力量。啊，这不好吧？这就是地灵之威吗？你我仙灵法身，震碎山河！把张红的仙灵法身都逼出来了。金丹期才可凝聚的仙灵法身。玄冰盾，去！只有道歉，不要杀人啊！等等啊！凝我还眼分照！张红败了！啊，这可是巨灵8重境修士啊，居然败了！好强！没事没事，还好还好。张红师弟，张红师弟，徐长卿，你个野！出手寻衅，便当付出代价。好可怕的气势啊！这就是我家公子吗？
你身为昆仑弟子，随意辱人父亲，败坏第一仙门之名声。况且，我父乃当世剑仙，多次杀入仙魔海与魔门诸将争锋。你有什么资格侮辱他？我身为人子，也要讨一个公道。道歉。我乃通天峰剑主玄玉真人的义子，你不能伤我。通天峰剑主又如何？既然敢出言不逊，就该做好付出代价的准备。徐长卿，此乃我药峰，岂容你撒野？通天手！不好，这是弹指式。救上我家公子！区区巨灵剑，独自量力。九重玄阴浪。公子，对不起，青羽无能，不能力敌。你无恙就好。弹指式，未免太过分了吧？哼，一个剑士而已，你想要，我可以赔你10个。你，谭师叔，救我！玉峰放心，徐长卿，夏玉峰等人毫无过错，你不要以为自己是剑仙传人就可仗势欺人，不给你点教训，你还真以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了？哼，不可理喻。青莲地剑。这是什么力量？剑客青莲，这是青莲地剑啊！连谭师叔都不错。接下来就是你我之间的事情，道歉还是接着打？徐大哥，我错了，我愚笨，我该死，我不该侮辱你。哼，早道歉不就没事了？徐长卿，如此辱我，我一定会让你加倍奉还。庶子，休要张狂！我的仙灵溃散了，溃散了！义父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！小子，
适可而止。夏雨峰，如我父亲在先，寻衅动手在后，出手自卫，合情合理。一派胡言！麻烦了！不好了，玄玉真人要出手了！咱们先走吧。仗着自己手握地兵，欺辱同门，今天不让你知道天外有天，你不配执掌地兵。宁武大鹏金身，不好！玄玉真人，你颠倒黑白，还说我不配执剑，难道我族地剑要交给你这种道貌岸然之人吗？放肆！仙术，大鹏求天爪。玄玉真人的祖传仙术，离远点，离远点！我徐长卿，剑仙之子，青帝后裔，自当执剑，不辱恩师。青莲地剑，宁我地术，剑斩八荒。无地青莲，现！青莲吞天！你区区炼气境，就算手持地剑，又如何？宁我仙术，求天之域。好强大！地剑，给我斩！我的力量才运转，就被压溃为虚无，这就是合道期的实力吗？羽翼化剑。没有剑灵相助，以我如今的修为，哪怕手持地剑，也还是无法和这些强者争锋啊！力量，我一定要有更强大的力量。无知小儿，溃散吧！难道我徐长卿今日就要飘雪剑，宁我剑术，漫天剑雪，冰封天地。
玄玉真人，你堂堂一峰之主，居然对一个后辈下此狠手，未免太过分了吧？简直是胡闹！哼！掌教，飘雪真人，你们怎么会？先别说话。哥哥，长青公子，原来是这样。紫萱，哥哥，放心，长青无碍，一时损耗了仙元。暂时昏迷而已。你们，玄玉师兄，你可知，他只是一位未聚灵的少年，没实力还目中无人，更该教训。若他有什么三长两短，该如何向无涯师兄交代？那是你们的事，与我无关。你一个长辈，竟然下如此重手！够了，师兄，你那义子看起来还有一丝残灵，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天鼎，我告诉你，这事没完。偏偏是他，长青以后麻烦了。方才检查气脉，长青似乎迈入了炼气9重。啊，这才短短4个月啊，就从炼气1重到了9重。这4个月，长青公子一直闭关不出，日夜修炼。以长青的体质修炼，不是时间久便有成效的。我相信哥哥，无论别人说什么，他的心永远是最坚定的。就凭此，他肯定可以。先带他回去好好休养吧。掌教入座。师兄，你是堂堂的一方剑主，有失身份呢。哼，这小子仗势欺人，公然残害同门，若不是本座出手，已经出了人命。掌教真人不责罚此等目无门规之徒，反倒呵责本座。依我昆仑门规，当废其修为，逐出昆仑。依我之见，还是要问清其中缘由。长青，昨日之事，你且说来，我们自当公正处理。弟子，昨日冲击聚灵境，执事不愿预知药材，弟子只好作罢。回掌教，在下已经给了徐长青高于普通弟子10倍的药材，若再给，有违门规，在下恪尽职守，不敢厚此薄彼。哼，这徐长青无法无天，连药材都要比别人多。升个聚灵境要这么多药材？掌教明鉴，我家公子体质特殊，日夜修炼，只为不在仙剑大会时丢了昆仑的脸面。连我拿寒冰剑去置换，公子都不许，怎么成了诸位口中无法无天之徒了呢？谈之事，区药材，何必如此？我昆仑第一剑仙座下唯一的弟子，要点资源而已，这样不成体统。掌教真人教训的事，在下认罚。为了区药材，就让剑仙弟子蒙羞。长青，以后你的药材，来我雪月峰取便是，就不必去药店了。是啊，长青哥哥，以后我们不去药店了。长青自知体质特殊，超出配额的药材之量，愿以劳力代之。多谢真人。
取个药材，怎么又和玄玉真人义子夏雨峰死斗啊？弟子离开药店时，那夏雨峰两人出言不逊，辱我父亲。胡言！我这义子一向乖巧，怎会出言辱你父亲？接着辩。玄玉真人若不信，可以问当时在场的所有人。他们先是侮辱公子，称公子是废物，还骂公子是野种。岂有此理！哼，这话可说得重了。这件事情的确是雨峰不对在先，你可以上报门中诸老，他的罪自有人裁决。可你却仗着自己手持地剑残害同门，即便老夫开口呵斥，也不曾停手。如此作风，实乃罪大恶极，与魔无异。我与魔无异。我父徐子川身为剑仙，游走九州除魔未到，14年前更是只身一人杀入仙魔海，与诸魔将大战，方才救回我仙门的希望，拥有先天道体的子勋妹妹。若没有我父亲与魔门浴血奋战，你们还能在这里颐指气使地审判我吗？我父亲用鲜血换来九州仙门的希望与安宁，可他未曾想到，他所庇护的人却在背后侮辱他。不管是谁敢辱我父亲，我徐长青哪怕以卵击石，也当玉石俱焚。你们不守护他尊严，我徐长青来护你。长青哥哥说得对，当年我父亲穆天歌深入仙魔海，去援救被困的仙门强者，不想却被魔门重创。若非子川叔叔不顾生死，孤身深入魔海助我父亲重创魔门强者，也没有今天的我。那次子川叔叔明明已经杀出了仙魔海，可他在安顿好我后，又孤身入海去援救我父亲。这一去就再无音讯，只留下长青哥哥孤苦伶仃。不想才12年，世人就已经忘记这位剑仙为九州仙门所流的血和泪。在这里入剑仙名誉，怎么对得起为九州仙门在外征战的仙人？唉，子川道友这一生让人敬佩。遥想28年前，东海彭山异象突现，东方氏族天歌剑仙传讯九州仙门，说该族出了一个拥有先天道体的天阳之子，可彭山势单力薄，怕难以保全先天道体，故而请我九州仙门去支援。有武灵具、魔星灭的谶言在先，故九州仙门不少仙人前往彭山相助。不想此次一去，却惨遭魔门伏杀，一个个仙人喋血东海，生死道消，使我仙门式微。那昆仑呢？那时太白恰好闭关修炼太上忘情剑，在得到天歌剑仙的传讯后，本座并没有告知太白，因为那时我仙门才经历东海彭山的惨败，损失惨重，纵使我们去，也未必能救回天歌剑仙，反而可能被魔门伏杀，彻底葬送我九州仙门根基。所以那一次，我们昆仑袖手旁观。但是青莲剑骨子川剑仙去了，他说先天道体关系着整个九州仙门的未来，哪怕是战死，也当将那道体引入仙门培养。父亲。